你轻点儿，想疼死老子！我照顧大伯整整8年，2次大手術，所有医药費、生活費全是我一人承担。他的3個親生兒子8年不聞不問，分文不出，直到今天老家祖屋征收，大伯收到了360萬的補償款。祖屋征收的360万已经全额到账了。爸，您可算熬出头了，这麼多年辛苦您了，我們兄弟仨就盼着這天能讓您好好享享福。爸，您是不知道我這些年多難呀，孩子馬上上學了，學費、生活費壓得我喘不過氣，我天天睡不着覺。爸，我創業剛起步，處處都要花錢，到處求人看臉色，我們兄弟仨就靠您拉一把了，您最疼我們了。我心裡有數，老大要還房貸，還要養我大孫子，給你120萬。老二家娃馬上上学了，學費、補習費都要花錢，給你120萬。老三剛開公司，到處都要打點，正是缺錢的時候，給你120萬。爸，您太公道了，您真是我們的好父親。謝謝爸，這下我們終於能緩口氣了。還是爸最疼我們，以後我們一定好好孝敬您。大伯，這8年端屎端尿是我，花錢出力是我，你3個兒子沒管過你1天，現在360萬下來，你連1分錢都沒給我留。留？給你留什麼？我爸的錢他愛怎麼分怎麼分，我們是親兒子有繼承權，你一個當侄子的也配跟我們搶？就是，養我爸是你自己願意的，誰逼你了？現在看有錢了就想來分一杯羹，真不要臉。你1個月掙2萬多，還差這幾個錢，我們比你難100倍，這錢本來就是該給我們的。親兒子，他當年重病要交幾10萬手術費的時候，你們在哪兒？他癱在床上吃喝拉撒全要人伺候的時候，你們在哪兒？我32歲不敢談戀愛，不敢結婚，不敢買房，8年工資全砸進去，問候我一句死活。沈子言，你怎麼這麼小心眼儿？你1個月掙2萬多，也不差這點錢。你是我親侄子，孝順我伺候我本就是天經地義。他們是你堂哥，各有各的難處，你條件好，你就該多擔待。一家人用得着這麼斤斤計較嗎？好，既然錢全給了他們，那養老的義務也該他們承擔。你跟你的親兒子走吧，以後你的生老病死與我無關。沈子言，你說的這叫什麼話？我是你親大伯，你爸走得早，我就是你半個爹。我不住你讓我住哪兒去？他們3個是我兒子，但他們各有各的家庭壓力，哪有時間照顧我？我不能去拖累他们。你年輕，有房有穩定收入，你養我不是天經地義嗎？我在你這住了8年，你現在說趕我走就趕我走，傳出去別人怎麼看你？你這叫忘恩負義，你這叫棄養長輩，你這叫不孝。他說腿好就回鄉下，腿好了又說冷清，心安而聽住了8年，從合租小房換到這套88平的2居室，他要抽好煙，喝好酒，穿好衣。我這些年的工資全花在了他身上。今年32了，談了2年的女朋友，就因為家裡住着大伯，一直不敢結婚。我以為這是親情，可今天才知道，原來我在他眼裡就是個免費的養老工具。那3個8年不管他的親兒子，才是他的心肝寶貝。8年，我掏心掏肺換來一句天經地義。你心裡從來只有你的親兒子，從來沒有我這個侄子。既然如此，我為什麼還要養你？好你個沈子言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我告訴你，我就赖在你這兒了，我哪儿也不去，你干我一個支持。我現在就打電話把全村親戚所有長輩全部叫來，我讓他們都看看你是怎麼對待親大伯的。我要讓你在城裡，讓你在我徹底身敗名裂。我告訴你沈子言，你必須得好好養着我爸，不養我們就鬧到你公司去，鬧到女朋友家去，讓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白眼狼。要是敢不管我爸，我就跟你没完，看谁丢人丢得起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算真正看清你们一家人的罪。少给我们整这些没用的，今天你不養也得養，不然我現在就給你們公司領導打電話，把你不孝的事兒捅到全公司都知道。我是你親大伯，你就得養我老，這是天經地義，你到哪兒說都沒理。行吧，我認了。大伯，你就繼續住我這兒吧。這才對嘛，早這麼懂事不就完了？非要跟我們對着幹，自討苦吃。就是早這樣多好，非逼我們動粗。不過我話說在前頭，
之前這8年你們本來也沒管過大伯，以後也別來插手我怎麼照顧他，省得到時候你們挑3揀4的，大家都麻煩。廢話，我們哪有空管他那些破事兒？不然當初也不會送你這兒來。你願意管你就管，我們才不管呢。就是管他的閒事幹什麼？你想怎麼照顧就怎麼照顧，我們絕对不來插手。你只要把老爺子伺候舒服了就行。放心放心，我们以后都不来掺和，省得你又说我们挑事儿。正好，我这2天烟抽完了，你明天记得给我买2条软中华回来，要上次那种特供的。也给你大哥我带2条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大哥，你都升主管了，还没孝敬过了呢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子明，你快去买点好肉好酒来做顿饭，我们今天要好好庆祝一下，全部拿回来。你们以为我真怕了？我只是不气要把你的DNA吃进去的，我会让你们统统吐出来，该付的代價1分都別想少。好戲才剛剛開始。对了，子妍啊，中午別整那些破家常菜糊弄我了。去買只帝王，買點大蝦鮑魚做海鮮宴，再拿瓶飛天茅台，我跟你幾個堂哥喝2杯，再燒2斤進口大果車厘子，我給我兒子帶點回去。放心吧，這小兔崽子跟他爹一個德行，就是軟柿子，咱們想怎麼捏就怎麼捏，跑不了。張律師想諮詢一件事，我大伯360萬徵收款全給了3個親兒子，可他的兒子們8年沒盡過1分贍養義務，我能不能以他們遺棄老人為由起訴要回這筆錢？好，我會把所有鐵證一一坐實，這360萬還有我8年墊付的所有開銷，我要讓他們連本帶利1分不少全部吐出來。這蟹夠肥，以後每周都給我買1次。還是子妍懂事，以後哥缺錢了還找你要。大伯上周的複查結果出來了，肺癌復發擴散到腰椎，必須馬上手術，可能要花100多萬，術後大概率永久癱瘓，需要有人24小時貼身照顧。啥？100多萬還要癱？你他媽是不是咒我？醫生說的盡快手術，拖成晚期就治不了。我可以讓大伯繼續住我這兒，晚上我下班了照顧他。但這100多萬我不會一個人扛，錢你們親兄弟平攤。我白天要上班，贍養的責任輪不到我一個侄子全包，白天就你們3兄弟輪流照看吧。你說什麼？你是不是瘋了？我爸8年一直都是你在管，憑什麼現在讓我們接這要命的爛攤子？這根本就是無底洞。手術、化療、吃藥康復，還有24小時貼身伺候，往後的10幾年都是拖累啊！我們都要養家糊口，哪有精力和錢耗？這事我們管不起。沈子妍，之前說的好好的，一直由你照看我爸，怎麼現在一出大事你就想反悔甩鍋？我不管，我是你大伯，你就得對我負責到底。我身子硬朗的時候你搶着養，現在重病要花錢你就想撒手，門兒都沒有。100多萬癱瘓伺候全是你的事兒，跟我3個兒子半毛錢關係沒有。以前只是日常養老，我念及情分不計較。現在情況危急，你們3個親兒子有法定贍養義務，徵收款你們1分沒少拿。享福的時候爭先恐後，攤上重擔就想全甩給我一個侄子，天底下沒有這種道理。錢你們親兄弟必須平攤，人你們必須輪流看護，我絕不會替你們扛一輩子的爛賬。我1分錢都不會出，我要上班養家養孩子，哪有空天天守着一個攤子？誰願意攬誰負責，我們3兄弟一概不管。我就賴死你身上，你管也得管，不管也得管。我仁至義盡，8年該盡的情分，我早就盡完了。你們執意推卸責任，我沒必要再攬這攤子。我還要上班，沒時間在這跟你們內耗，你們一家人自己商量清楚。魚兒，終於上鈎了。所有人都看過來，好好看看沈子一這個忘恩負義、狼心狗肺的東西。老人重病纏身，即將癱瘓，他發達的當高管，居然狠心直接棄養，死活不肯負責。我爸這輩子從來沒有管過我們3個親兒子，
一輩子所有積蓄心血全部砸在了沈子怡一個人身上，結果我爸現在得了癌症，需要人照顧，他直接把我爸趕出家門。我們三兄弟沒本事，常年打零工糊口，日子過得捉襟見肘，上百萬的手術食糧費、終身護理費，我們壓根承擔不起。我爸一輩子成全他，現在卻被他這麼對待。我以村老支书的身份作證，全村都看在眼裡，確實傾盡所有扶持侄子，對親兒子都沒這麼上心。傾盡心血養出來的孩子，出息了就拋棄伯父，簡直是不仁不義不孝啊！我瞎了眼吶！我一輩子省吃儉用，掏心掏肺護着你，養着你，我不管親生兒子，全程全你一個。現在我重病要癱，命都快沒了，你翻臉不認人，活活要逼死我啊！我的天，真的是白眼狼啊！老人一輩子為他，老了直接被扔了。親兒子不管，全心疼侄子，最後落這下場，太讓人寒心了。哼，發達了就忘本，這種人品根本不配當高管。你们沈子言，你家裡的破事鬧到公司來，現在全公司都在看笑話，嚴重影響公司聲譽。我給你半天時間，要麼把這事解決乾淨，要麼立刻收拾東西滾蛋。沈子言，今天這100萬治療費，老人終生照料的責任，你必須全權承擔。敢不負責，我們鬧到你公司開除，鬧到你身敗名裂。我不管你們有什麼恩怨，現在立刻給我解決了。不然影響公司風評，我不光開了你，還要讓你在這行永遠混不下去。真是不孝，老人養他8年，發達了就翻臉。看着平時挺穩重的，沒想到人品這麼差。領導都放狠話開除了，這下徹底涼涼了，純屬自作自受啊。怎麼着，沈子明，啞巴了？我們三兄弟打零工糊口，根本扛不住100萬醫藥費，我爸掏心掏肺養你8年。你現在高薪體面，出點錢養老，怎麼就委屈你了？好，我答應就是了。以後大伯的所有治療費用、終身贍養、貼身照顧，全部由我一個人承擔，不用你們三兄弟管。真的？你說話算話，可不許回頭耍賴甩鍋。但空口無憑，我必須跟你們簽贍養責任歸屬確認協議。你們3個自願放棄沈國良所有贍養義務。從今往後，大伯的一切開銷、照料全由我沈子明一人負責，和你們三兄弟無關。杜絕你們日後反復反悔，再來公司鬧事造謠，毀我名聲。簽，現在就簽，什麼協議我們都簽，只要你願意照顧我爸，怎麼配合我們都行。還有，為了徹底杜絕日後有人狡造謠我棄養敗壞我人品，我要回老家辦一場見證會，邀請全村長輩、媒體記者到場公開見證。從此以後，我大伯的生老病死由我沈子明一人承擔。辦，必須大辦，越隆重越體面。公司領導也邀請來，讓所有人都作證，看誰還敢亂嚼舌根說我家大侄子不孝順。對對對，咱們熱熱鬧鬧辦一場，以後我爸就拜託你了。解決了就好，念在你往日為公司出了這麼多力的份上，就再給你一次機會，好好幹。穩了，這冤大頭徹底拿捏死了，以後100萬醫藥費、癱瘓伺候全是他的，咱們徹底甩手清淨。以後缺錢了，咱們隨時來要，看他還敢硬氣。你們自以為甩掉了爛攤子，殊不知，今天簽下的每一個字，都是你們自掘墳墓的開始。老子拆遷暴富了！來，所有證據完整閉環。你們剛簽的協議裡，他們自願放棄贍養義農，等同於同步放棄繼承權，加上他們8年零付出，你獨自承擔所有贍養支出的憑證。官司打起來，他們必輸。等明天的見證會把律師函當眾交在他們手上，我要讓他們在最囂張的時候，從雲端摔進地獄。軍哥，你還記得我嗎？我是沈子言的同學，比你們小2屆。當然記得，你不就是子言的青梅竹馬嗎？林婉妹妹，誰不知道？建軍哥現在真是飛黃騰達呀！這3輛豪車加起來得100多萬吧，太氣派了。喲，
堂弟挺勤快啊，还专门推着我爸过来，辛苦你了啊！以前念书我还觉得你靠谱有出息，现在看来真是我眼瞎。人家亲兒子拿拆遷款開豪車享福，你傻乎乎伺候別人爹8年，到頭來啥也沒撈着，真的太窩囊了。沈子言太窩囊，白白伺候他大伯8年，啥也撈不着。天生就是被人拿捏的軟柿子，沒出息。忙活8年，連個車轱辘都沒混到，也不知道圖啥，真是個冤大頭。窩囊是隨根兒，他那個早死的窩囊爹，當年就是被我爹踩在腳下的貨，現在他也一樣，天生就是給我們沈家當牛做馬的命。你說什麼？我說你爹代代都是窩囊廢，天生就是給我們沈家當牛做馬的命。我本念親戚情分，還想給你們留最後一條活路。既然你們敢當眾羞辱我亡父，從現在開始，半分情面我也不用留。不留情面，沈子陽，你嚇唬誰呢？就你現在這處境，你有資格跟我們談情面？今天全村人、媒體記者，你公司領導全部在場，協議早就簽死了。我爸的養老這輩子都是你的事兒。我們3兄弟徹底甩手，你翻臉？你敢翻臉試試？只要你今天敢擺眼色，敢怠慢我爸一絲一毫，我們立刻全網曝光惡意造勢，實名舉報你不孝，讓你直接丟工作，行業黑名單封殺，讓你在這座城徹底混不下去。你再憤怒，再記恨，再不甘心又如何？工作、名聲、前途全捏在我們手裡，你這輩子就是被我們拿捏死的冤大頭。窩囊，你和你爹一輩子都改不了這個賤命。放狠話誰不會？真有本事你別伺候人家老爹啊！說到底就是沒本事，有本事怎麼會8年白白當牛馬？他爹窩囊一輩子，養出來的兒子也只能給別人低頭受罪。人家親兒子吃香喝辣，他替人扛災背鍋，天生就是賤命。當初幸好沒選你，沒跟着你窩囊一輩子。人窮志短，爹窩囊兒沒用，真是一點不假。村長帶着記者和領導來了。沈子言，今日全村父老、媒體以公司領導全員見證，此前你簽下贍養責任歸屬確認協議，自願全權承擔沈國芳老人餘生所有生老病死、醫療開銷、日常照料一切大小全責，與沈家3兄弟再無關聯。現在你當眾再確認一遍，往後沈國華一切事宜全權由你一人負責，你確定嗎？我確定，往後沈國良老人所有生老病死、醫療開銷、日常照料，全部由我沈子言一人全權承擔。算你識相，我就知道你不敢不養我。我就說再硬氣有什麼用，還不是乖乖認命，這輩子你就是我們家的免費保姆，拿捏你死死的。800遍狠話放了，最後還不是低頭伺候我爹。窩囊廢終究是窩囊廢。真丟人！這傻子，這下徹底被套死了，一輩子得給人當牛做馬嘍。300萬親兒子分，苦罪冤大頭扛，太諷刺了。他和他爹就是天生的勞罪賤命。今天請各位前來，除了見證贍養權責，我還有一件事需要諸位共同見證。整整8年，沈國良老人2次大病手術費，常年吃藥開銷，日常衣食住行、住院24小時陪護，全部由我一人全額承擔。8年時間，沈家3位親兒子零出錢、零發力、零陪護、零盡孝。我問你們一句，我說的這些，你們認不認？是又怎麼樣？8年你伺候了又如何？協議白紙黑字簽死了，責任歸你，義務歸你，你翻舊賬有屁用？難不成還想讓我們給你報銷啊？做夢吧你！你是我侄子，伺候我不是應該的，跟我親兒子算什麼賬？好，你們當眾親口承認8年棄養，從未盡孝，有全場人見證，足夠了。本人受沈子言先生全权委托，今日正式向沈建軍、沈建明、沈建峰3人奏档起訴告知函。经核实，你們3人已自願放棄對沈國良老人的全部贍養義務，長達8年未任何贍養責任。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，未盡贍養義務的繼承人依法喪失繼承權。
沈子言先生正式提起诉讼，要求全額追回360萬拆遷補償款，該筆款項依法由沈子言先生一人繼承。放屁！那是我的錢，我樂意給我親兒子，憑什麼要回去？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我們是親兒子，家產本來就是我們的，憑什麼？賤人，這是你偽造的，我們從來沒有說過放棄繼承權。你陰我們，沈子言，你陰我們！憑你們親筆簽署自願按手印的贍養協議，協議中明確約定，自願放棄贍養義務，等同於自願永久放棄沈國良名下全部財產繼承。協議已經生效，請3位在3日內退還全部的360萬款項。逾期未退，我方將正式向法院提起訴訟，同時申請財產保全，凍結3位名下所有銀行賬戶。你放開我！老子今天打死這個王八蛋，敢印到老子頭上！別攔我，都給我滾開！你居然敢算計我爸的拆遷款，還敢告我們！沈子言，你活膩了！我勸你趕緊把訴狀撤了，不然老子讓你這輩子都不好過。協議不算數，老子不認，一切都不算數。那是我們沈家的錢，跟你半點關係沒有，你一分也別想碰。協議是你們4人親筆簽字，自願按手印，全程錄像完整推存。剛才你們當眾承認，8年裡從未贍養，從未照顧過親生父親，錄音錄像全部清晰可查，白紙黑字，鐵證如山。這場官司，你們必輸無疑。我警告你们，刚才推搡、言語恐嚇、尋釁滋事已經涉嫌違法。再敢持續暴力鬧事，擾亂現場秩序，我現在立刻報警，追究你們的刑事責任。子言啊，我從小待你如親骨肉，掏心掏肺疼你護你，你怎麼能這麼狠心，設死局坑我們，非要毀了我們一家子？子言，我們是血脈至親。一家人打斷骨頭連着筋，你怎麼能這麼冷血，專門算計自家人？我們就是一輩子種地的農民，沒讀過多少書，不懂什麼合同套路，我們哪裡曉得簽個字就是放棄繼承權？從頭到尾，全是你早就算計好的圈套。我爸苦了大半輩子，就靠這點拆遷款養老養家。我們什麼都不懂，本本分分做人，結果被你層層設套算計，掏空我們全家家底。現在我們一無所有，全家徹底沒活路了。鄉親們都給我們評評理呀！我家娃今年剛上高中，本來指望這錢交學費娶媳婦，現在被他算計走了，我娃連學都上不起了。我們一家子老實巴交的，從來沒跟人紅過臉。今天被親侄子逼到絕路，求各位父老鄉親給我們做主啊！我老婆昨天還跟我鬧離婚，說拿不到錢就帶着娃跑，我們家現在是家破人亡啊！都是沈子言害的。大家都看看啊，這個沈子言心機深沉，城府恐怖，早就精心布好陷阱，專門算計大伯一輩子的血汗錢，為了區區錢財不擇手段坑害至親，簡直冷血無情，忘恩負義。太過分了，哪有侄子這麼坑親大伯的？人家一輩子的養老錢你也搶，太不仁不義了。就是，沈家被你逼得家都快散了，你眼裡到底還有沒有親情？看着人模人樣的，心思怎麼這麼毒？專門算計自家長輩，良心都黑透了。我以前還覺得他有出息，托他給我家娃找工作，現在想想都嫌晦氣。這種忘恩負義的東西能是什麼好處？就是為了錢連親情都不要，以後誰家閨女敢嫁給他，缺德帶冒煙的。虧他還是個大學生，書都讀到狗肚子裡去了，連懂種地的都不如。白眼狼，抢錢的白眼狼！懂法律有什麼用？
沒良心，坑害人，一輩子都抬不起頭。快把錢還給沈家大伯，趕緊滾出我們村兒！我們村不歡迎你這種狼心狗肺的東西。對，讓村長把他從族譜裡除名。我們沈家村沒這種後輩。也就是說，你們全程不知情，完全是被对方设套欺騙簽字的是嗎？家裡現在生活困難，瀕臨破碎，全部是因為這筆款項被算計導致的嗎？是，我們真是走投無路了。沈先生，請問你真的設計套路親大伯的拆遷款嗎？你對此有什麼要解釋的？你照顧大伯8年，是不是早就預謀好了今天謀奪家產？你不怕受到道德的譴責嗎？有村民說要去你單位舉報你，你會怎麼處理後續影響？你們演夠了嗎？你们说我设局，说我算計你們家產。這事兒鬧說我逼得你們家破人亡，那今天我就當着全村，當着所有記者，好好跟大家算一算，這8年我到底為這個家，為我這位大伯付出了什麼？8年前，大伯重病摔斷腿，坐上輪椅，是你們3個親兒子齊刷刷甩手走人，是你們親口說沒時間、沒錢、不想管，最後是我一個侄子把斷腿的大伯接進我自己家，一養就是整整8年。後來大伯得了癌症，前後3次大手術，病危通知書一張接一張。所有手術費、搶救費、住院費，全部是我一分一分攢的工資，掏空我所有積蓄墊付的。你們3個親兄弟8年裡沒出過1分醫藥費，沒簽過1次病危字。大伯常年慢病，常年吃藥，要抽好煙，要吃精細伙食。8年衣食住行、買藥復診、輪椅維修、貼身陪護，所有開銷，全部是我一個人承擔。我每個月工資到手，1分不剩，全部砸在大伯身上。我自己省吃儉用，不敢亂花1分，全部拿來填你們親生父親的養老窟窿。你們在家哭慘說日子過不下去，可你們知不知道，為了照顧癱瘓大伯，我整整8年，夜夜守床，通宵陪護。我不敢出差，不敢遠行，不敢斷人，不敢放鬆。我談了多年的女朋友，就因為家裡常年躺着一個重病老人，我常年無休照顧，掏空積蓄顧家整整8年，我連婚都結不了。我犧牲我的青春、我的存款、我的工作機會、我的婚姻，替你們3個親兒子盡了整整8年的贍養孝道。你們現在反過來賣慘演戲，顛倒黑白，說我設局，說我冷血，說我算計家產，到底是誰冷血？是誰自私？是誰當了8年甩手掌櫃，現在坐享其成，還要倒打一耙？8年贍養，8年付出，8年犧牲，全部有據可查，有單可證。真正被算計、被辜負、被掏空8年的人，是我，不是你們。我從來沒想要過大伯家半分財產，我今天站在這裡，就是想要拿回屬於我自己的東西，想為自己討回一個公道。我呸！合着我們都被你們一家子當槍使了，拿我們的同情心當墊腳石，欺負人家老實人，是不是？原來8年贍養全都是侄子在扛，3個親兒子8年不管不顧，太畜生了！對啊，利用我們全村人的同情心，顛倒黑白，冤枉好人，臉皮太厚了。剛才還哭得可憐巴巴，原來是一群白眼狼假可憐，害得我們錯怪子言，差點毀了人家的名聲。這一家人太惡毒了，真是缺德冒煙了！自己親爹不養，人家幫你養了8年，你還反過來訛人家錢，還有臉在這賣慘，太惡心了！我活了幾十年，從沒見過你們這種不孝又虛偽的東西。老父癱瘓8年，你們甩手不管，人家侄子替你們盡孝8年，你們反倒演戲賣慘，利用全村同情抹黑恩人。我今天把話放這兒，即日起暫停你們家所有宅基地申請，再敢滋事，直接從沈氏族譜除名，永遠不許踏進村門。大夥說，這種忘恩負義的貨色，配留在咱們村嗎？不配！讓他們滾出去！滾出去！滾出去！滾出沈家村！是他非要讓我們那麼幹的，主意都是他出的，是他讓我們賣慘誣陷陳子言，鬧到他單位要錢的，跟我沒關係啊！放你娘的狗屁！當初分錢的時候你搶着要，現在出事了就想全推給我，全是他們倆的主意，我從頭到尾都是被他們逼着來的。
分钱我拿的最少，凭啥现在要我跟着一起背锅？住手！你们3个孽障，丢人现眼！我的天，亲兄弟当场互撕，真是一窝烂到底的白眼狼！活该，自作自受，骗人卖惨，颠倒黑白，这回彻底翻车喽！真是一群废物，本来以为攀上沈建军能捞点好处，结果这么不中用，差点连累我一起幸败名裂。还好我跑得快。想跑？刚才煽动全村抹黑子颜，带头颠倒黑白的就是你，你跟他们就是一伙的，别想脚底抹油溜之大吉。不是我没有，是我被误导了，跟我没关系，你们放开我！你少装无辜！刚才就是你带头煽动全村，颠倒黑白，抹黑子颜。最会搬弄是非的就是你，帮着恶人冤枉好人，现在想摘干净，晚了！墙头草两头倒，心眼歹毒，今天必须给子妍道歉。今天这场见证会，我本来是想给你们一家人最后的悔改机会。我念及血脈親情，想着凡事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。可你們呢？不知感恩，顛倒黑白，恩將仇報，步步緊逼，利用全村善意踐踏我的付出，用盡齷齪手段毀我名聲，斷我前程。既然你們半點親情不念，半分情面不留，那我也無需再心慈手軟。我在此明確表態，大伯的養老、治療、起居，我依舊全權負責。我會聘請24小時專屬護工，全程貼身照料，帶大伯完成所有後續手術治療。人我盡到極致，但你們三兄弟私自侵佔、違規私分的每一筆錢款，一分一毫都別想私吞。現在我立刻向法院提交申請，凍結你們名下所有資產，嚴查所有非法侵佔款項，360萬拆遷款全部依法重新清算，重新合法分配。親情已斷，恩義已絕，所有是非對錯，公道法理，咱們法庭見。完了！今天臉都丟到姥姥家了，全村人都指着我們的脊梁骨罵，以後還怎麼出門？真要是開庭，我們鐵定輸啊，哥！錢早就分花光了，買房買車還賭債，半毛錢都剩不下。真輸了，不僅要把360萬全吐出來，還要賠訴付費，搞不好還要留案底，我們這輩子就毀了呀！我不甘心，我們是老沈家親兒子，房子拆遷款本來就該是我們的。他沈子妍一個外人，養我爹8年就想踩着我們把錢拿走，門兒都沒有。這官司我絕不可能讓他贏。真打官司，情理證據我們一樣不佔。正面硬剛必死無疑，但我們能玩陰的。啥辦法？哥，你快說！只要能翻盤，我全都配合。沈子妍證據再多又如何？我爸始終站我們這邊。他不是大肆宣揚養了我爸8年嗎？那我們就將計就計，對外反咬。他8年贍養全是做表面戲，私底下虐待癱瘓老人，克扣伙食，動手傷人。明天我去縣醫院找熟人開帶真公章的假傷情鑑定，你們倆重金買通老護工，讓他出庭作偽證，我們再拍慘狀視頻炒全網熱搜，直接定死他！虐待長輩、謀奪拆遷款的白眼狼，全網網暴，輿論壓死他，逼公司開除他。他耗不起，拖不住，
最後只能乖乖撤诉，求我们私了。这招太绝了，明的玩不过，玩脏的，他根本不是对手。没错，他想要公道，我们就毁他名声；他想要前途，我们就断他前程。就这么定，明天立刻动手，给我爸伪造外伤痕迹，做戏做全套。这一次，我必须把沈子言彻底搞臭，彻底搞垮。平时看着人斯文稳重，特别孝顺，没想到私底下竟然是这种人。网上视频都传开了，看着也太可怕了，真不敢相信是他做出来的事儿。领导，您找我。沈子言，你先不用工作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公司对你强制停职，即刻生效。停职？为什么？我近期工作没有任何失误，也没有违规记录。你自己看，现在全网都炸了，你已经彻底火了。你的私人丑闻、道德争议已经严重波及公司声誉，无数客户、网友在私信、评論區聲討我們。各位網友，各位好心人，我們開這場直播不為流量，不為熱度，只為我苦命的老父親討一個天理公道。之前所有人都誇沈子瑩智孝懂事，都說他比親兒子靠譜。養了大伯8年，可所有人都不知道，這8年的孝順全是演的，全是假的。你個老不死的，再不知好歹，看我怎麼揍你！我爸多次癌症大手術，身子早就弱不禁風。沈子言人前裝進心善養老，人後寒冬斷暖，克扣餐食，讓重病體弱的老人常年啃冷饅頭，挨凍受禍。大家看這些舊傷，8年日積月累，全是沈子言虐待留下的證據。我爸的腿更是被他打殘，終生困在輪椅上。他體弱怕拖累我們，硬生生忍了8年，受盡苛待欺凌，始終不敢更生。我們也是直到今天才知道父親受的所有委屈。他占我家房產，盯我家拆遷款，靠着我父親刷進全網孝順人設，博盡名聲。轉頭就狠心虐待重病殘戰老人，8年假意贍養，實則謀財害心。他就是披着孝衣忘恩負義，只為獨吞360萬的白眼狼。沈子言，你個白眼狼，360萬拆遷款你就敢獨吞？看到了，現在全網輿論徹底失控，已經對公司造成了嚴重影響。現正式通知你，即日起強制停職，無限期待崗自省。限你在官方規定時限內拿出完整有效證據自證清白，若逾期無法自證，即刻開除，永久拉入行業黑名單。不是那個虐待老人的沈子言嗎？大家快來看，這就是網上那個虐待癱瘓大伯8年，謀奪360萬拆遷款的白眼狼，還敢大搖大擺回小區！你還有臉回來？心腸這麼黑，也不怕遭報應？虐待老人的畜生，滾出我們小區！我們這裡不歡迎你這種人渣！家人們，我現在就在虐老白眼狼沈子言的小區門口，看看他這副樣子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事情不是你們想的那樣。法院會給公正判決的。還敢狡辯？網上證據都實錘了，法院肯定判你坐牢。你這種人就該千刀萬剮。
以后離這種壞人遠點，知道嗎？子言，你快看法院公告！沈子言虐待被贍养人、侵占他人財產一案將於3日後公開庭審，全程網絡直播。必須重判，這種人渣最少判10年，不聽平民憤，支持直播，讓國人萬年都看看他這虐待老人的畜生是什麼下場。你怎麼不去死？虐待長輩喪盡天良，就該墜入地獄。開庭那天，我們全都去法院門口堵你，讓你無處藏身。法官大人，這8年，沈子言常年克扣我吃食，稍有不順心就動手打罵。我這條腿也是他在照料期間故意推倒我摔斷，害我終身殘疾。他還把我鎖陽台動我，摔我手機，日日苛待，我苦不敢言。傳證人。我之前在他家做護工，親眼看到他掐沈大爺的胳膊，罵老東西活這麼久浪費錢，我看不下去才辭職的。我敢對天發誓，我說的都是實話。我承認伯父身上確有傷痕，但這些多是早年舊疾與自身磕疼造成，有傷不等於我施暴。你們要指控我虐待，就拿出能鎖定我是施暴人的直接證據。不會有反轉吧？這是具備法律效力的司法鑑定。報告明確認定，我父親身上的挫傷、色素沉澱與腿部殘疾，全部形成於沈子言照料的8年裡，完全符合長期虐待特徵。再加上虐待錄音、受害人陳述，人證物證鐵證俱全。這份鑑定並未核實傷情真實聲音，老人舊傷本就存在，你們只是強行嫁禍。沈子言，少在這嘴硬狡辯。我們證據齊全擺在台面上，你呢？除了張嘴否認，拿得出半點能反駁的東西嗎？法庭靠的是真憑實據，不是你憑空瞎扯。拿不出證據，你說再多都是惡意抵賴。法庭肅靜，被告方舉證完畢。原告沈子言，針對被告提交的證據，你方是否還有新的證據提交？目前無新證據提交。經本庭審查，被告證據鏈完整有效，原告當庭未能提交相反證據佐證自身抗辯主張，舉證不能，應承擔不利法律後果。現在當庭宣判，原告人沈子言虐待被贍養人事實成立，侵占他人財產事實成立，判決如下：1.360萬拆遷補償款全部歸原告沈國良所有。2. 原告人沈子言承擔本次庭審全部訴訟費用。3. 針對虐待事實，擇日宣判刑事處罰結果。謝謝法官，謝謝廣大網友為我們父子做主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們一定會好好照顧我爸，也希望某些人得到應有的懲罰，不要再危害社會。
跟我們鬥，你還嫩了點兒，等着蹲大牢吧你！8年免費保姆當到最後成了街上球，笑死個人！聽見沒？360萬全是我們哥仨的，你這8年工資全砸我爸身上，到頭來錢沒撈着，工作也丟了，還要留案底蹲大牢，這免費保姆當的真值啊！子妍啊，不是大伯不幫你，是你自己心术不正。你进去好好改造，出来啊，大伯還認你這個侄子。子妍，認栽吧！現在全民輿論都站他們那邊，我們全輸了，上訴大概率也是徒勞，只會再受一次辱。現在我們盡量爭取諒解，還能少判幾年，不然真的就毀了。我不服。我沒有虐待老人，也沒有侵占沈家財產。一審判決被輿論裹挾，有失公正。我正式申請2審，我會拿出所有證據，自證清白，反擊所有誣告。那小兔崽子居然還敢上訴，真以为自己翻得了天？2審咱們再補點證據，直接把他釘死在虐老的恥辱狀上，我就不信按不死他。就是現在全網都站我們這邊，他上訴就是找死，正好趁這波熱度還沒散，多開幾場直播哭哭慘，既能讓網友更恨他，還能撈不少打賞，一舉兩得。昨天第1場直播，打賞加帶土特產的佣金，直接賺了20萬，比咱們幹3年活賺的都多，這錢來的也太容易了。等2審徹底贏了，讓他蹲個10年8年大牢，咱們拿着360萬加直播賺的錢，直接換大房子、開新車，以後誰也不敢看不起咱們。家人們，這8年我們父子4個過得太苦了，要不是有廣大網友給我們做主，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了。這是我們老家自己產的蜂蜜，大家要是支持我們的話，可以下一單，就當幫我們這些苦命人了。謝謝家人們。沈家父子維權成功的事跡感動了無數網友，目前已有多家企業向他們拋出橄欖枝，邀請擔任公益大使，傳遞正能量。2審我們一定會繼續追責，一定要讓沈子燕得到應有的懲罰，給所有受虐老人討一個公道。觀眾朋友們，沈家父子的維權行動引發了全網的高度關注，輿論一邊倒的支持他們討回公道。建軍啊，你們可給咱們沈家村長臉了，以後有什麼事盡管跟村裡說，村裡全力支持你們。沈家父子維權成功的事跡感動了無數網友，目前已有多家企業向他們拋出橄欖枝，邀請擔任公益大使，傳遞正能量。所有泼到我身上的髒水，搶走的東西，加注的冤屈，我會連本帶利，一一清算。哥，昨天那場直播打賞加帶貨又賺了18萬，現在粉絲都喊我們是反虐老英雄，好多商家找我們代言，錢賺不完啊！建軍啊，跟你說個事兒。天助我也！那小子上訴的時候申請了法院上門勘測傷情，下周一法院要上門複核我爸的傷情，要確認傷勢是不是長期虐待留下的舊疾。要是核驗通過，咱們反共的50萬精神損失費穩拿，還能徹底坐實他虐老的罪名。那還等什麼？咱們把舊疾又發出來，現場看着越嚴重，鑑定就越穩。行，我配合。這幾天故意少吃飯，熬着不睡，再多用下刺激性藥膏，把油腿和身上的老毛病都勾出来。只要法官看着我這病一直沒好，那小子就翻不了盤。等賠償款到手，咱們立馬去三亞逍遙。所有人都以為我現在在急着自證清白，所有人都以為我會陷入無休止的自證陷阱，被輿論、被判決、被流言耗死，但他們都錯了。真正的翻盤從來不是自證無罪，與其到處找證據證明我沒做過，不如讓他們自己把罪證遞到我手裡。貪心就是他們給自己挖的第一個坑。我们主动申请法院上门勘驗，就是逼他們通過外部採購藥物，刻意印發老人舊疾偽裝病情。這些採購記錄、出入記錄，再結合後續法院上門時的勘驗，足以印證他們為迎合虛假鑑定，蓄意偽造受害狀態。
這只是第一張底牌，你們買通護工、偽造鉴定、虛假訴訟的每一步證據，我都会一张张攒齊。現在笑得越狂，等我把所有證據甩在法庭上的時候，你們就摔得越慘。不急，我們慢慢玩。等下医生处理完这伤，咱们就拿去做鉴定，到时候改下鉴定时间，就说是沈子怡之前打的。爸，你这几下往台阶上磕的真值，等拿到钱，我给你买200克的大金链子戴。咱们这波賺翻了。這是10天前的監控，診所老闆刷到沈家的直播認出來他們，主動把公共監控發過來的。這條視頻他們對外說是3年前拍的，證明你長期苛待老人。我找了專業機構做了檢測，視頻裡的電視播的是今年才上的新綜藝，視頻原數據的創建時間被人為篡改過，實際拍攝時間就是一審開庭前1週，實錘是擺拍造假。還有最核心的傷情鑑定漏洞，我托人找到了鑑定中心的原始存檔存根，他們提交給法院的版本把15到30天新傷篡改成了7、8年陳舊性存傷，公章是真的，但內容被改了。這個存根蓋了官方檔案章，直接能錘死他們篡改證據的核心軌跡。所有證據鏈已經完全閉環了，沒有任何漏洞。開庭當庭提交，一審判決必翻。沈家父子4個加上作偽證的護謀、誣告陷害、虛假訴訟、偽造證據數罪並罰，2審咱穩贏了。讓他們多蹦躂幾天，現在有多囂張，到時候摔的就有多狠。欠了我的，我要他們連本帶利一起還。各位网友，各位在场的老乡，今天就是2審開庭的日子。我們今天來這麼多人，就是要讓法院看看老百姓的態度。這種虐待老人8年的白眼狼，不判10年以上就是不公平。要是法院敢偏幫他，我們就天天來門口鬧，鬧到他被重判為止。我們就是要替天行道。所有支持我們正義維權的家人們，掃這個碼捐款，1塊2塊都是心意。我們拿這些錢當反虐老公益基金，後續還會開直播給大家看明細。今天捐款的都能進我們的粉絲群，實時跟進判決結果。沈子妍來了，虐老犯來了。等下我們湊上去故意碰他，他敢躲就直接倒，拍下來當庭給法官看，就說他開庭前還報復我們毆打老人，直接讓他敗訴。讓開，讓開！我要跟這個虐老犯討個說法。打人了，沈子明打人了，他當庭報復我們啊！我的腿斷了，骨頭碎了，他報復我，他開庭前還敢動手打我這個老頭子，8年打不夠，今天還要當庭行兇，天理何在呀？大家都看見了，全網都錄下來了，我們只是想來法院討公道，他居然當眾動手報復，開庭之前都敢暴力傷人，這8年虐待絕對千真萬確，你好大的膽子！司法機關門口2審開庭當天，你公然動手毆打原告老人，你這是藐視法庭，你這是蓄意報復，你這是罪上加罪。今天就算法官想幫你，全網幾百萬友友也絕不答應。所有在場鄉親，所有直播間家人看清楚，這就是沈子妍的真面目，人前4分體面，人後兇狠暴虐。1審輸了，懷恨在心；2審開庭之前，當眾暴力報復受害老人，這已經不是簡單的虐老了，這是惡性行兇，挑釁大眾，太囂張了！當庭行兇，必須重判，嚴懲到底。大家不要被誤導，剛剛是對方主動碰瓷衝撞。
沈子言全程没有任何动手行为。还敢狡辩？视频都拍得清清楚楚，你们律师就是帮凶，帮着恶人洗白，欺负我们老百姓没背景。我们父子维权太难了，被他欺负8年，今天讨公道，还要被他打，被他污蔑碰瓷。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一个说法，我们就躺在法院门口死给你们看。我现在把话放这里，想和解可以。第一，沈子言当众跪下给我爸道歉；第二，当庭承认8年虐老全部罪名；第三，额外赔偿我们100万人身伤害、精神损失，少1分钱，少1句道歉。今天绝不罢休。听见没有？跪啊！现在给我爸磕3个响头，我还能少要你50万赔偿，不然等下进了法庭，你不仅要赔100万，还要蹲10年大牢。你的房子、存款全得判给我们，到时候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哭都没地方哭去。跪一下怎么了啊？你都照顾我爸8年了，给他跪一下当尽孝了呗，又不会少块肉，这麼倔幹什麼？別給臉不要臉啊！現在跪我們還能饒你點，不然讓你全家都跟着你丟臉，讓你爸媽在地下都抬不起頭。跪下道歉，嚴懲虐老犯。你們靠碰瓷造假輿論活挾逼我下跪認錯，篤定我百口莫辯必輸無疑。但你們今日施加的每一次羞辱，每一次構陷，未來都會變定死你們的罪證。我絕不跪，絕不認，絕不妥協。法庭之上，我必翻盤。請雙方當事人立刻停止喧嘩，2審庭審即將開始，請原被告雙方馬上進入法庭，所有爭議請在庭審過程中依法陳述。你死定了！今天，我要讓你們知道，顛倒黑白者，終要付出代價。子言，等一等。现在宣布2審庭庭正式開始。首先核對雙方當事人身份信息，確認無誤後，請問雙方是否有新的證據需要當庭提交？法官，我們沒有新證據，但是之前提交的所有證據已經完全坐實被告虐老、侵佔財產的事實。我們請求法院維持1審判決，駁回原告上訴請求，從嚴從重判處。法官，除了前幾日提交的完整證據鏈之外，我這邊還要臨時補充提交一份核心輔助材料。我翻了一整晚村部的老檔案倉庫，才找到這封你父母當年留下的遺物。趕在開庭前坐了2個小時公交過來的，必須親手交到你手裡。你現在就看。村長，這是？這套祖宅從始至終都是你母親的獨有私人財產。你父母走的時候你太小，村裡就讓沈國良暫時幫你代管房子，保管手續。說白了就是贊助。也就是說，他從來都不是房子的主人。我到今天才知道，沈家父子費盡心機造謠栽贓、偽造傷口、碰瓷鬧事，全網污蔑，不惜毀掉我的人生，踐踏我的尊嚴，拼死爭搶不究的360萬拆遷巨款，從頭到尾都跟他們沒有半毛錢關係。他們耗盡一切爭來爭去，搶的從來都只是完完全全只屬於我一個人的東西。請原告提交新證據。我原本只想安安靜靜打這場民事官司，自證清白，拿回我8年付出該得的公道，念着親戚情分。我本不想把事做絕，可直到今天我才徹底醒了。佔我的房，花我的錢，還要毀我名聲，讓我失去一切。你們的貪早就沒了底線。既然你們不念親情，不擇手段，那我就換個玩法。我要你們為自己做過的事付出血的代價。法官，我申請撤回本次上訴，所有訴訟請求全部撤銷。子言，你瘋了！哈哈，聽見沒？他慫了，他知道自己虐老的事兒瞞不住，怕坐牢，怕到直接撤訴了。我就說他是心虛，之前還裝的義正辭嚴，現在露餡了吧？小兔崽子，跟我鬥，你還嫩了點兒。果然是理虧了，不然好好的官司為什麼要撤？看來之前網上這是怕查出來要坐牢，趕緊撤訴想私了吧？你確定要撤回上訴？本案是2審終審。你現在撤訴，此前1審判決立生效，後續沒有任何上訴的餘地，你想清楚了？我確定。現查明，原告沈子言撤懷上訴的申請符合法律規定，本院予以准許。本案按原告撤訴處理，1審判決生效，現在閉庭。子言，
你到底怎么想的啊？我们稳赢的官司，你撤诉干嘛呀？因为从现在起，这早已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，而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刑事案件。沈先生您好，我们是省台民生说法栏目的，想邀请您和您父亲做一期反虐老的专题直播，到时候我们会联动全平台推流，预估观看量能破千万，后续的公益广告、直播打賞、带货佣金全归你们。佣金全归我们？要是能把沈子妍也请到直播现场，让他当众给您父亲道歉认错，流量还能翻3倍。后续的商业合作，我们全帮您对接。听见没？只要把沈子妍绑到直播上，让他当众认错，咱们就彻底火了，能大赚一筆，估计比拆迁款还多。这好事哪儿找去啊？等下我们就去找沈子妍，让他跟我们上直播。到时候直播上我们使劲卖惨，再逼他给我们打个200万的赔偿欠条，他要敢不签，就让全国观众都骂死他。虐待长辈这种事儿，岂能轻易放过？沈老先生，您干脆反过来起訴他，追究他的刑事責任，絕不能縱容這種惡行，必須讓他受到法律制裁，給所有不孝之人敲個警鐘。大家別激動，別激動。不管怎麼說，子妍他都是我親侄子，是我看着長大的孩子。年輕人犯點錯很正常，我願意給他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，就不追究他的刑事責任了。我爸就是太心軟了，都被欺負成這樣了，還想着給侄子留後路。要是換了別人，早就告到他傾家蕩產了。正好欄目組要做一個反虐老的公益直播，我打算帶着子妍參加，拿這事兒當典型，警醒世人，恪守孝道，善待長輩，也算給子妍一個認錯的機會。子妍，你說呢？去直播，必須去，當眾道歉，當眾認錯反省。也算是給大家做個警示，別再執迷不悟了。你要是還有點良心，就去直播給沈大爺認錯，不然我們就天天堵你公司。好，我去。既然你們執意要把場面鬧到全網皆知，那我便如你們所願。這場直播根本不是我認錯道歉的地方，而是我當眾審判你們的舞台。你們精心搭起的戲台，最後崩塌的只會是你們自己。現在網上全是罵沈子妍的，觀眾情緒都被咱們挑起來了。等下直播就按之前練的來。爸，你負責哭窮賣慘，我倆在旁邊搭腔，順理成章把200萬欠條的事拋出來，一定要逼他簽下來。不光這200萬，今天直播火了，後續咱們開直播帶貨接商演，哭哭窮就能賺得盆滿缽滿，比那拆遷款還多。我剛查了後台，直播預約量早就爆了，全網都等着看沈子妍當眾認錯。那小子就是個軟蛋，只能被我們拿捏。等拿到錢，老子先買個帶花園的大房子，再也不用在這破出租屋聞油煙味兒了。爸，您放心，今天過後咱們名利雙收，好日子還在後頭呢。子妍，全網同步直播，線上線下無數人盯着，場面一旦失控，很難收場。你真的確定要這麼做？我早有打算。既然他們想靠輿論施壓，那我便當着所有人的面，把全部真相公之於眾。時間不早了，我們出發。你看今天那個虐老的直播沒？就是那個侄子把大伯虐待了8年的。真不是個東西，白讀了那麼多年書。這種人怎麼不去死啊？虐待老人還有臉活在世上？等下直播我必須罵死他。你說現在的年輕人怎麼這麼沒良心？大伯養他那麼多年，他還虐待人家，換我直接打斷他的腿。今日上午10點，備受關注的沈某虐老案當事人將做客省台直播公開道歉。我們也在這裡呼籲所有年輕人引以為教，恪守孝道，善待長輩。已經到現場了，你們看他敢不敢出來？趕緊把必須道歉打在公屏上！滾出來，給沈大爺道歉！你這種人不配活在世上。要不咱們走後門吧，這也太亂了。沈先生，網上說你8年不僅不給大伯生活費，還毆打他，是真的嗎？你今天是來道歉的嗎？你覺得你配得到沈大爺的原諒嗎？你們看這個虐待老人的畜生，跟咱們還是一個村的，真丟人！
各部门准备，倒計時10秒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《民生说法》反虐老公益专题直播。今天我们请到当事人沈老先生亲身講述這8年的經歷。老人家，您受委屈了。今天您儘管把心裡的苦，這8年遭受的一切都說出來。我這8年過的根本不是人過的日子啊！寒冬逼我用冷水洗衣，雙手凍得潰爛，常年吃不飽餓肚子，稍有不順他心意就對我打罵羞辱。我這條殘腿就是被他狠心推倒摔廢的。我辛辛苦苦養大他，到頭來竟養出這麼一個忘恩負義的白眼狼。我一把年紀，半身不遂，沒勞動力，沒依靠，只能任由他拿捏欺負。我這8年都不知道怎麼熬過來的呀。今天我們不求別的，就要求他當着全國觀眾的面給我爸下跪道歉，並且賠償我們200萬精神損失費，這是他欠我們的。若不是今天欄目組出面，我爸這輩子的委屈都沒地方說。他就是看我爸祖宅拆了有360萬，想把錢全吞了，還要餓死我爸。太不是人了，連老人醫藥費都不給交，簡直畜生不如，必須坐牢。沈子言跪下道歉，給老人家賠罪。沈子言，沈老先生一家的控訴有證據佐證，全場和全網都聽得真切。面對虐老指責與老人的血淚控訴，你還有什麼要辯解的？我無需辯駁。你們此刻的憤怒、指責、唾罵，看似站在道義一方，實則早已被精心編織的苦情戲裹挾。他們利用大眾對弱者的憐憫，消費人們的善良，用眼淚偽裝委屈，用傷痕編造苦難，靠着肆意煽動的情緒顛倒黑白，構陷栽贓。今天我手中的這些鐵證，就是撕開這場騙局的利刃。是非對錯，就讓真相當眾定論。你們靠着賣慘博同情，造謠帶節奏，篡改司法證據，騙了全網，贏了一審。今天，我會拿出證據，當眾拆穿你們一家的完整造假騙局。即刻公開全部證據，全網實時直播見證。一審判我虐老的唯一依據就是這份傷情鑑定。你們對外謊稱老人全身傷痕都是我8年照料期間長期虐待造成的陳舊傷。但官方原始存檔白紙黑字寫的明白，老人現存傷情分2部分，第一部分是15到30天內形成的新鮮外傷，第二部分是數十年的陳舊性老傷。幾十年舊傷也是你虐待累積出來的，就是你造成的。你別急着栽贓，這些我全部核實取證存檔了。老人身上幾十年的陳舊傷，全是他年輕時候幹農活、去工地打工、摔創勞累留下的終生舊疾。所有記錄、村委證明、公有佐證，年代彈賬齊全得很。這些傷，早在我贍養他的8年之前，就已經全部存在了，而鑑定裡寫的15到30天的新傷根本不是我造成的，是你們一家為了訛賠償釘死我罪名，刻意人為磕碰，蓄意造出來的假傷情。等下處理完這些傷，把鑑定時間改了，全算成他以前虐待造成的。爸，你往台階上磕的這些傷值了，贏了官司咱們就發財了。缺德，太缺德！你們用來控訴我常年凍餓苛待老人的苦情視頻，經權威機構鑑定，拍攝時間被人為篡改。所謂3年前的實拍，就是開庭前1周刻意擺拍的，從頭到尾都是你們精心編的網暴劇本。我靠！我之前居然罵錯人了，沈家太黑心了！證據是不是也造假了？我申請法院上門復核傷情，你們心裡有鬼。為了援助假鑑定，你們故意讓老人節食、熬夜，用藥物刺激身體，人為誘發舊疾反復，故意演出身患重病、常年受虐的假象。法院上門看到的慘狀，不是我虐待的後遺症，是你們短期刻意折騰、演戲造假的結果。幾十年誤工舊傷與我無關，近期人為新傷是你們自造，病情反復是你們藥物誘發。苦情視頻是你們擺拍，鑑定文書是你們惡意篡改。為了360萬拆遷款，你們聯手演了一場8年虐老的大戲，栽贓陷害日夜照料伯父的人。你們今天所有的淚水與委屈，從頭到尾，全是騙局。你胡說！你血口噴人！
都是你偽造的！你为了逃赡养責任，什么都編得出來。你們以為這就是全部真相？真正的清算還遠遠沒有結束。你們別信他的鬼話，那些證據都是他拼出來騙人的。我實打實被他虐待了8年，我這一身病，受過的凍，挨過的餓，能有假？他要是真孝順，我能落得半身不遂的下場。各位觀眾網友們，我爸老實了一輩子，從來沒說過謊。他一把年紀拖着病體趕來直播對峙，憑的就是實打實的委屈。他找再多假證據，也抹不掉我爸8年受的苦。他就是想洗白自己，大家不要相信他。每家贍養老人8年，老人能一身是傷，他就是仗着年輕會造假，欺負我爸殘疾年邁。求大家別被他騙了。說實話，老人看着真的太可憐了。老人哭的也太真實了，證據不會是偽造的吧？8年啊，如果真沒虐待，老人怎麼會這麼恨他？沈子言，你是否還有其他證據回應現場與全網的所有質疑？你們一直說是我親手推了伯父，導致他斷腿癱瘓。今天我就當眾撕碎你們滿嘴的謊言。沈國良這條殘腿根本不是被我推倒摔傷，8年前他工地高空墜落，重傷之殘，有完整工傷稱定書、手術存檔為證。當年10萬工傷賠償款被你們3兄弟私分掏空，你們拿完錢轉頭甩手不管，把重傷臥床的親生父親丟在醫院無人問津。是我這個侄子墊付全部醫藥費，簽下手術同意書，把他從鬼門關拉了回來。這是872份，沈國良整整8年購藥、復診、康復理療的單據，所有款項全部是我自費承擔，一天沒有斷過。試問天底下哪一個施虐的人會心甘情願自掏腰包8年如是日，給他養傷治病、貼身照料？這是8年冬季棉衣被褥、全套取暖設備、全屋防滑扶手、衛生間無障礙的改造記錄。我花重金改造全屋設施，嚴防他摔傷受凍。如果我真的存心動他、虐他、折磨他，我何苦費盡心思護他周全，為他兜底？這是社區街道8年逐月審查的官方存檔，月月上門，次次核驗，每一筆評語都是贍養盡責、照料周到，老人起居安穩。官方8年連續拜書，全程見證。你們幾句賣慘眼淚，幾場刻意表演，也配抹殺我實打實的8年堅守？證據也太全了，官方記錄根本做不了假。我剛才還信了沈家的話，真是被賣慘騙了。是啊，真要是虐待老人，社區早就介入了啊。你們只會對着鏡頭哭訴8年委屈，表演受盡苦楚，而我是咬牙扛下8年責任，默默兜底8年。你們博取的每一分全網同情，收掘的每一絲輿論善意，全是踩着我8年的隱忍付出，顛倒黑白騙來的。這些都是你做的表面功夫，背地裡你就是故意折磨我。表面功夫可以裝1天，可以演1月，可以偽善1年，但裝不了整整8年，騙不過日復一日的800多個日夜。你可以顛倒黑白，忘恩負義，但這層層疊疊、真實可查的8年記錄，絕不會陪你們演戲。今天，我放出最後的監控，這是我這8年被逼到一次次絕境，咬牙死扛的全部真相。你輕點兒，想疼死老子！陳子言，我們分手吧。再等等，你再陪我撐一段時間，我一定會好起來的，我一定會還清真愛。怎麼撐？你把我們結婚攢的12萬全部都拿來給你大伯做手術了，他3個兒子管都不管，現在身無分文，一身負債，身邊還拖着重病癱瘓的大伯，你拿什麼娶我？我們以後怎麼過日子？分手！李大伯的手術費還欠8萬，要盡快交上，不然後續的治療和康復沒法開展。大伯，你放心，不管我多难，你的手術費我一定給你湊齊，我絕對不會丟下你不管。
住院全程，他3个兒子只來分走10萬賠償款，此後再無露面，所有費用、日夜陪護、端屎端尿，全是沈子妍硬扛。我親眼看着他挨罵受辱，被戀人拋棄，湊錢湊到崩潰痛哭，卻從沒丟下老人半步。我從業20多年，從沒見過如此涼薄的親情。親兒子捲錢棄父，外姓侄子賭上全部人生盡孝。老人動輒打罵踹踢，他受盡委屈，轉頭依舊盡心照料。這份擔當，親生子女都望塵莫及。我全程見證。沈家3子零付出、零擔當、零孝心，所有苦難與壓力全由沈子妍一人承擔。他對得起沈家上下所有人，唯獨虧欠了他自己。沈子妍，對不起，我們錯了。我們被沈家的眼淚蒙住了眼睛，跟着輿論一起指責你、懷疑你。我們肆意用惡意揣測一個拼命盡孝的人，我們的盲目跟風，把你推向了深淵。今天看完這些，我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。我們欠你一句最真誠的道歉。沈家父子，你們還要不要臉？拿完賠償款對父親不管不顧，任由侄子傾盡一切替你們盡孝，轉頭還要倒打一耙，污蔑恩人虐待老人。你們披着親情的外衣，幹着最骯髒齷齪的勾當，簡直狼心狗肺。我們被你們精心編排的戲騙了，錯把豺狼當成弱者，把隱忍的好人當成惡人。我們之前對你的每一句指責，都是在往你心上捅刀子，真的對不起。8年忍辱負重，賭上愛情積蓄人生去照顧一個毫無感恩之心的老人。你們3個親生兒子躲在背後坐享其成，最後要搶拆遷款毀掉他的人生。像你們這樣忘恩負義的東西，根本不配為人子女，不配活在世上。夠了！你這麼清白，這麼委屈，證據這麼全，那你二審為什麼要撤訴？你沒罪，為什麼不敢讓法院判？你就是心有鬼，你就是想私吞我們家拆遷款。沈子妍先生，我相信這也是現在所有人都想問的問題。你明明手握全部鐵證，明明可以當庭徹底洗冤，勝訴翻盤，那你二審為什麼選擇撤訴？沈國良、沈家軍、沈建明、沈建峰，我們接到報警，你們4人涉嫌非法侵占巨額私人財產，以及捏造事實誹謗、偽造證據詐借等多重罪名。現在依法傳喚你們4人配合調查，請跟我們走一趟。不是虐老誣陷的案子嗎？怎麼突然扯出侵占巨額財產？你們所有人都問，為什麼一場看似普通的贍養糾紛、虐老誣陷案，最後會直接扯出巨額財產侵占、刑事誣告、陷害2項重罪？他們一家人不惜全員演戲，煽動全網網暴，拼盡全力毀掉我的人生。他們所有的惡毒操作，所有的顛倒黑白，最初的目的都是為了徹底吞掉那360萬拆遷巨款。一開始，我和所有人一樣，以為這筆拆遷款真的是大伯的祖宅資產。我委託律師起訴，我所求的僅僅只是拿回我8年所有墊付的錢，所有的付出，拿回我應得的那份補償。可2審前我才知道，這360萬拆遷款從頭到尾根本1分1毫都不屬於沈家父子。什麼？不是沈家的？那這筆巨款到底是誰的？各位，我今天帶來了這套祖宅全套的原始存檔。這套賠付360萬的拆遷祖宅，產權、遺產、歸屬權，100%屬於沈子妍已故生母的個人婚前財產，和沈國華和沈家3兄弟沒有半分關係。既然是沈子妍的遺產，那為什麼沈子妍本人不知情？為什麼最後拆遷款全部落到大伯一家人手裡？20年前，沈子妍父母雙亡，沈子妍還在上學，沈國良主動找到村委會，以親伯父身份自願申請代為託管未成年孤兒的房產與遺產。村委官方備案存檔清清楚楚，僅代為看管、代為打理。可沈家一家白白代管房產，坐享多年紅利。拆遷巨款到賬後，貪心徹底泯滅人性。為了徹底霸佔孤兒遺產，洗白侵占行為，他們全家布局，全員作惡。不惜構陷救命耕人，只為名正言順吞到這360萬巨款。太歹毒了，從頭到尾就是一場謀財害命的陰謀。我們被假眼淚騙得團團轉，錯幫惡人網暴最無辜的孩子，恩將仇報，貪財作惡，喪盡天良。你們所有人都問，
我二审手握铁证，完全可以民事胜訴，彻底洗白。为什么偏偏选擇臭诉？因为这是一场刑事犯罪。我8年掏心掏肺，端屎端脑，倾尽积蓄，赌上爱情青春。我善待长輩，坚守良知，步步退让。可你們披着親情外衣，行豺狼惡事。為了吞掉我母親留給我的唯一遺產，你們偽造證據，顛倒黑白，煽動全網輿論，毀掉我的名聲，摧毀我的人生，企圖用我的善良成全你們的貪婪。你們以為編造一場虐老騙局，網暴我一人，就能洗白你們侵占孤兒巨額遺產的重罪？我今天當眾告訴你們，痴心妄想，鐵證如山，真相昭雪。你們的所作所為早已跳出民事糾紛範疇，是觸犯國家刑法必須坐牢的刑事犯罪。誣告陷害、蓄意誹謗、巨額侵占、蓄意構陷，樁樁件件，證據確鑿，罪無可赦。我之前不發聲、不爆發，不是懦弱，是我一直在取證，一直在布局，一直在等待真相大白的這一天。從今日起，所有隱忍結束，所有退讓終止，情分徹底斷絕，罪責全盤清算。等待你們一家4口的，沒有和解，沒有退路，只有法律最公正、最嚴厲、最徹底的刑事嚴懲。你們終將身敗名裂，鋃鐺入獄，一無所有，永世糟唾嗎？我們都錯了，我們所有人都被輿論裹挾，被假象蒙蔽。我們只聽了一面之詞，就肆意用惡意、用罵用網暴去傷害一個默默盡孝、最無辜、最善良的人。如果今天真相不被揭開，如果今天沒人替你洗白，我們這一輩子都會活在錯誤的偏見裡，是我們的盲目跟風，差點徹底毀掉你的人生。如果善良換來的都是無溫飽，都是傾家蕩產，那以後這世上還有誰敢選擇善良？對不起，沈子瑩，我們代表所有曾經誤解你、傷害你的人，跟你鄭重道歉。沈子言，對不起。真正有罪的是他們！沈國梁房產及昔日舊聞今日曝光。傳授後面的山水，莫有心在世人之戰呀！子言，對不起，之前是我們糊塗，是我們蠢，我們聽信沈家一面之詞，跟風議論你，詆毀你，用最難聽的話冤枉你，以為你良心歹毒，是我們對不起你，讓你在這個小區白白受了這麼久的冷眼和委屈。之前網上那些辱罵你的私信，小區群裡的惡語，很多都是我們一時糊塗跟風發的，我們已經全部刪除，在群裡發了澄清公告，今天當着所有人的面跟你誠懇道歉，委屈你了，孩子。沒關係，都過去了。沈子言同志，之前公司聽信網絡謠言，受輿論管挾，對你產生誤解，對你降職冷待，刻意打壓，是公司的失職。如今真相全網大白，你是被冤枉、被網暴、被惡意構陷的好人。公司經過鄭重研究，即刻恢復你所有職位、薪資待遇，破格升任你為技術部主管，薪資翻倍。之前欠你的工資和獎金我們也核算好了，下周就能打到你卡上。我代表公司向你鄭重道歉。謝謝王總，我會好好幹的。
沈子言，最新进展，警方已经对沈家4口正式立案侦查完毕，前期留序，现已依法冻结沈家名下所有房产、豪车、存款、拆迁款全部资产，所有非法侵占、转移、拆分的财产全部被司法查封保全。360万拆迁款，法律层面可以全额追回，归还给你本人。所有被他们恶意侵占、挥化、分羹的你的个人资产，我们会逐项追诉，全额追偿。妈，你看到了吗？我们的房子终于能拿回来了。老东西，你也配吃饭？占孤儿的遗产，构陷救命恩人，你这种缺德的，在我们这儿就是最下贱的，滚一邊去！建軍、建明、建峰，你們救救爹呀！給爹分一口吃的也行，爹快餓暈了。哥，你別跟這老東西一般見識，我們跟他可不是一夥的。當初吞拆遷款、偽造證據誣告沈子言，全都是這老東西逼我們幹的。他是主謀，我們都是被他脅迫的。就是，這老東西偏心，360萬他自己拿了200萬，給我們仨每人才分了幾十萬，我們早就看他不順眼了。哥，你要是氣不順，隨便打，我們絕對不攔着。老不死的，要不是你貪心不足，非要把沈子言往死裡逼，我們能落到坐牢的地步？你就是個害人精，活該被打！我養出你們3個白眼狼，我為了你們貪心斂財，為了你們害人構陷，我親手辜負了真心待我8年、盡心伺候我的沈子言，我這輩子真是蠢到家了。你還有臉說？要不是你非要趕盡殺絕，我們能丟工作，能離婚，能坐牢。你自己找死，別拉着我們墊背。现在宣判，被告人沈國良、沈建軍、沈建明、沈建峰犯侵占罪、誣告陷害罪、誹謗罪，事實清楚，證據確鑿，依法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7年。被告人需全額退賠非法侵占的被害人沈子言拆遷款，共計360萬元，連帶賠償被害人精神損失費、誤工費、環例費，共計48萬元。違法所得全部予以沒收。活該！這種白眼狼就該把牢底坐穿！吞人家孤兒的遺產還害人家，判7年都輕了。安靜，請大家遵守法庭秩序。子言，侄子，大伯知道錯了，我不是人，我對不起你。你照顧我8年，端屎端看病買藥，我都記在心裡呀。你原諒大伯這一次好不好？你給我出個諒解書，讓法院給我減點刑好不好？看守所裡太苦了，那3個狼心狗肺的兒子天天欺負我，我活不下去了。我以後再也不談錢了，所有的錢都給你。我以後認你當親兒子，我養老全靠你了。你救救我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錯了。你不是知道錯了，你只是走投無路了。你疼了一輩子的3個兒子，現在反過來欺負你，你沒地方去了，才想起我這個傻子的好。8年，整整8年，我父母雙亡，無依無靠，我把你當成世上唯一的至親長輩，我打工養你，伺候你起居，端屎端尿，出錢治病，傾盡所有積蓄，我掏心掏肺，毫無保留，把我所有的善意，所有的真心全都給了你。可你是怎麼對我的？你貪掉我母親留給我的唯一遺產，你親手編造虐老謊言，你縱容兒子全網網暴我，毀掉我的事業，毀掉我的名聲，毀掉我的人生。你從來沒有過半分愧疚，你吃香喝辣，拿着我的錢享福的時候，你沒想過我半點好。
你众叛親離、身陷絕境的時候，才想起我是唯一一個真心待你的人。我那時候是鬼迷心竅了，子言，你就原諒我這一次，最後一次。我可以善良，但我絕不廉價；我可以釋懷，但我絕不原諒。你的牢獄之災，你的眾叛親離，你的下場淒慘，不是我害的，是你自己的貪心、自己的涼薄、自己的惡毒，親手造成的。我不會給你出諒解書，你犯下的罪必須自己承擔。我守我的善良，你受你的惡果，從此你我兩清。小沈啊，你每個周末都來陪我們這些老太婆，真是個好孩子，以後肯定有好報。奶奶，您快別誇我了，我就是周末沒事兒過來陪您說說話。沈先生您好，我們是民生頻道的記者，之前您的案子全網都很關注，您曾傾盡8年真心善待親人，最後卻慘遭背叛，被人構陷，被全網網暴，受盡人間惡意。很多網友都想問，經歷過這麼極致的傷害與背叛，為什麼您沒有選擇憎恨世界，反而依舊願意持續溫暖他人，幫助孤寡老人，堅持釋放善意？我經歷過極致的惡意，所以我更明白善意有多珍貴。我曾經被辜負過，但我從來不想因為別人的惡毀掉我自己骨子裡的善。我堅持行善，不是為了回報任何人，只是為了告訴我自己，告訴所有看過我故事的人，善良從不是任人拿捏的軟弱，而是歷經世事滄桑，看透人性醜惡之後，依舊選擇向陽而生的最高貴的風骨。我不能因為遇到了幾個壞人，就否定所有的善意。看過人性至暗，但我依舊會向陽而行。哥哥，給你。老師說你是超級大好人。